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郑元畅之不专业厨房第2季。我们今天邀请到我梦寐以求的女神，重量级巨星贾静雯。哎，只有你来有配乐，其他女明星来我都没有唱歌。你少来，每个都是女神好不好？来你这边全部都是女神。你是我的女神，因为之前修来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节目上面对你告白过了。但我今天看到你呢，我还是要再跟你告白一次。你这样是为了很多的，你知道很甜的话，我觉得等一下有点恐怖。我不会恐怖，千万不会恐怖。你要知道，因为你，就是我。好，我很久以前，我说起来了，没关系，就是大概30年前，不是，就是以前在我心目中啊，有那个4大女神，然后就是号称我心中的女 F4，说来听听，贾静雯第1名。谢谢。因为目前只有你还活跃在荧光幕前，其他好像都退休了，真假的？很像对崔丽欣哦，潘迎紫哦，司马玉娇。你的女神的 range 很广哎，对，各种范围都要包含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然后有眼光，只有你现在就是还一直在出现在荧光幕前，然后非常的活跃，所以觉得很烦吗？不会，大家会觉得烦吗？这么久了，怎么还在啊？你知道我最爱的就是家家福。哦，对，我有听到，我刚刚还碰到失忆男哎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然后我就觉得有一种但家家福不是跟刘畊宏，然后就是失忆男有演哦。没有演，失忆男演的是母鸡带小鸭吧？不是，我在想说，等一下，我要讲的是说，我刚刚在想说，我是看错节目了吗？失忆男没有演家家福啊？奇怪，我怎么还没有喝，就有点晕了。哎，自己 Q 哦，自己 Q 来，我怎么碰到你我就有点晕了？十大补，我们先就是我们的节目的惯例。哎，请问修杰楷上次来也是这样，边喝边？当然。真的哦，真的，你们节目都一定要这样子才可以。我们节目的传统就是第一杯要干杯。我们也有遇到那个不喝酒的来宾，然后他就从头到尾整个。你不喝酒，你搞我骗，你骗我。不是，我说我今天不能喝。哦，那就从头到尾这一杯喽。好吧，那你干。你待会是还有通告是不是？没有啊。你就回家了，回家。我怕我上次修也是这样子喝的醉醺醺的回家。我怕我醉醺醺回家吓到小孩。他们应该见过。我一直爆料。我跟你女儿同一天生日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那你女儿现在还好吗？她有很难搞吗？超难搞的青少年。骗谁？我告诉你。但是我必须要讲，你们很独立，然后你们很有想法。我们不用让父母操心。你们不会让我操心，怎么可能不操心？哦，对了，父母都会操心。对呀，你们天马行空。今天早上是这个想法 A 计划，到了下午 B 计划，到晚上又有 C 计划，我到底要跟着哪一个计划才是？是，但你唯一不用操心的就是不会在外面不会被别人欺负。就你可能要操心别的地方，比如说他可能交男朋友啊，然后功课啊什么，就各式各样，但你绝对不用担心他会被别人欺负。你说他，因为你们的保护色会很强吗？就是加上我们保护色，加上我们也会很会察言观色，然后我们很容易适应环境。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，我们会用最安全的样子出现在那个社交环境。我女儿也是这样，是真的。所以可是有另外一种操心。我跟你女儿差2轮。没有到2轮啦，2轮很恐怖哎。一轮啦，乱算。我刚才想说，一轮不对啊，1轮啦，差1轮啊。对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节目是非常知性，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讲一些很知性。可是你的工作人员都一直在笑哎，我觉得。你有看过我们节目吧？有啊，我们节目都走这个通调的。明白，就有知性，有搞笑，然后又内心。没有搞笑。我们第2季要重新整治一下我们节目的形态跟风格。所以是知性。对，因为之前太搞笑，有很多朋友他们不想来，就是我今天如果不是宣传，说到宣传什么来？
对呀，赶快讲一下。所以你不是来宣传的话，你是不会来的，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我答应过你的事情我都记得，好吗？好，这个海报是我很不想认的一张海报。最新的作品马上要跟大家见面了。对，周梦红导演的第7部作品叫《瀑布》。你有没有看我的这个是全部都是画出来的？这是油画。这不是你素颜吗？你有没有觉得很恐怖？我有看过预告，我觉得那个预告非常的吊人胃口。对，我在猜你应该是演一个恐怖的妈妈，变态妈妈遇到一个变态女儿，两个相爱相杀。好，电影看完。如果有这么简单的话，他就不叫周梦红导演了呢。当然我知道，因为导演的风格一定就是不是？我觉得导演很厉害，是他一开始的剪接，比如说像你们看到的前导，然后接下来会有第2支前导，很快要出来了。所以我看到的是前导吗？对，我超前导是最前面的嘛，对不对？就已经非常吊人胃口了。你看到第2支，你就会觉得哦，到底是什么？就你还会在想，然后会想要再挖，到底是什么？对啊，所以我告诉你，这种最吊人胃口的前导预告的电影，没什么好介绍，因为什么都不能说啊。你看，我之前也有拍过类似，你看，那你请问你在这个戏里面的角色可以讲啊？哦，好讲。一个妈妈。那你跟女儿的关系是相爱相杀。就刚刚小众其实所讲的话，是不是？我再 repeat 一遍就好了。对。我现在终于有感而发，我身为艺人，我也非常去就是害怕这种需要留悬念的，因为不能，你知道他们的眼神在看着我，就是说，我们尽量讲没有关系，反正到时候他们还是会过。其实结局呢，对不对？你们想要知道吗？我说的那个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就很想知道，你看，对，到底什么时候要上？10月底。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所以10月的哪一天会再跟大家说。你真的会很想看，因为他是我非常想看。你知道钟导他是一个硬汉，所以他之前拍都很男性的，所以这是他女性题材的，这是他女性题材。然后我们自己他也缺母爱吗？你这是好问题哎。其实我那时候在观察钟导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不是缺母爱，他是外表很男人，但他的心思是很细腻的。他尤其对他太太，对他女儿，哇，他完全跟工作是2回事。所以在这，我这是一种爆料吗？没有，可以尽量爆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节目也不会。但钟导也不会看。不是啊，像他们那艺术挂的也不会看我们节目。对，我就要讲他艺术挂，所以我就尽量讲，对不对？就其实没有，其实他很细腻，尤其是有几次看到他牵着他太太的手过马路啊，或者他女儿来现场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有被他打动。所以我觉得他拍女性题材有什么好打动？胸没有张起你过马路啊？不是，他们是从那么小到现在，那个年数是很长，几十年哦。你还可以牵着你太太的手去买菜，然后他很依赖他的太太。看不出来，看他作品完全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看不出来，我觉得他对他太太的尊重跟依靠这件事情被我看见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男人。所以。跟这个作品有什么关系？跟这个作品我要讲的是说，因为大家都等一下嘛，因为大家都对于周梦红导演会想要拍女性题材，会觉得有一个很讶异，会问号。对，我也会有问号，我也会有问号。他会不会？他对女性题材这件事情，我会是说钟导的评价。但我觉得你不要一直把观众导入是女性题材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女性。以钟导的电影来说，他一定会有埋一个梗一个线，然后反转再反转，反转到那，然后你乍看之下是母女的电影，但你看到最后以后，你一定会砰，给你翻个360度等于没转，360度是等于没，给你翻个180度，对，先翻个180，再翻180，再翻180。我不想讲那么多，反正就等到10月底大家进行。不想讲，你刚刚说要尽量帮你宣传，我一直在帮你讲电影。不是你，我从来没有一个来宾来宣传，然后我一直。通常之前他们来宣传什么电影、书啊，什么都是他们自己讲完，然后我们就做菜。所以你要凸显我是你的之前的。当然，谢谢。你想要干嘛就给你干嘛，整集节目都是你的。你今天想，我们今天不做菜，我们不要做菜哦，你说的哦。你现在下班吗？走，走。你回来了，我还是要继续宣传一下瀑布。我们要下班。因为现在电影票房这件事情，你知道，疫情期间有点辛苦，所以我觉得能尽量
让大家多看到好电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是。那你知道我们有入围威尼斯的地平线影展吗？这里有一个威尼斯的 mark，你有看得懂对不对？我看得懂。OK。我虽然因为毕竟我们节目很知性，跟艺文界是有点息息相关，所以这个世界的3大影展呢，就是也常常会来我们节目宣传，比如说柏林影展啊，然后威尼斯影展跟哪里？坎城。哦，好。哎，我去过坎城哎。真的好拽哦！我们都好想去，都去不了哦。那你可以聊下去坎城什么感觉吗？爽，就喝不完的红酒，嘿，吃不完的海鲜，好棒哦，很开心。对啊，我就说这次疫情，其实我们里面其实也是在环绕疫情的事情。那我觉得所以从到尾都是口罩，恐惧有恐惧，有害怕，所以这是惊悚片。你看前导，你有觉得？我觉得是惊悚片，但应该不是鬼片吧？不是，那个惊悚是内在很惊悚，人性的黑暗，人性的无奈，人的内心的无奈像瀑布这样咻下去。其实你应该要问中岛，因为瀑布对于他来讲，他有他的见解，跟每个人看瀑布。中岛他就不会来我们节目，你就要来做菜。你知道我跟你小小说一下，你知道我们有一场戏是要做咖喱饭。有，我们今天有，你今天你真的宣传很到位。我们不是，我是就是要做咖喱饭。真的吗？我们在里面就是有一场戏咖喱饭，我跟女儿之间要做咖喱饭给她吃。然后那天我们在化妆间跟小金2个人在等，想说怎么都还没 cue 我们。然后去看的时候，导演自己在做咖喱饭，从一开始的切啊、弄啊，在卤，所以我们在等他做完咖喱饭摆盘。他是一个会在现场做饭。摆盘，我们才能开拍。他是导演，他是摄影师，他还要兼做咖喱饭这件事情。兼道哥。对，然后我第一次对，然后他兴致来了，他就在旁边烤肉给大家吃。好好哦，跟这种导演合作应该非常愉快吧？特别，很特别。对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，就是你看，有时候他会很严肃，可是他又很……那你会怕他吗？我一开始超怕的。这个行业里面，因为听说你有怕谁？当然怕啊！我一直都是，我看到你也会紧张了。我一直处于我才紧张吧？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毕竟中岛也是我的偶像，很欣赏的导演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拍的作品都让我觉得哇，我觉得导演的视角跟他虽然觉得很压抑，然后有些黑暗，可是我觉得他就是很会处理这些东西，所以那个时候要跟他合作，其实是非常的兴奋。就包括修也讲说，哇，你现在跟我的偶像导演合作，他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事情。是，对，不管演什么，他都觉得是好的经验。所以那我跟他合作，一开始很紧绷，然后有耳闻导演的剧本一个字，我在想我要讲什么。不是，我发现你的视角。我发现你的视角一直在看这里耶。有吗？我在思考。这个空间只有我跟你，你可以看着我吗？你这样讲鬼月的时候会有点恐怖。不是，对，我刚一直因为你从头到尾我都在看你，然后你从头到尾都一直在看。不是，因为我在想我要怎么跟你聊天嘛。我要讲的是说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这样我就会那个打断。我要讲什么？我刚刚讲什么？我刚刚讲什么？我先忘了。无所谓。导演的剧本，你有碰过这样的导演吗？一个字都不能改，然后标点符号也都不能动。如果你讲错一个字，导演不用看剧本哦，他是摄影师，他听的耳机，他都会说听。你刚刚那个字没有讲对，所以你说压力大不大？大。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说，好特别哦。没事。我上次听到这件事，大概是琼瑶阿姨的那个时候了。真的吗？好像听说是琼瑶阿姨的那个剧本是完全不能改任何一个字。中岛其实也是这样子。但后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允许改任何一个字，因为他们在写台词、写故事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把那个语气、换气什么，还有那阴阳顿挫跟那个节奏感，都已经写在那些字跟标点符号里。对，但是因为以前我们拍戏的经验，就是你可以口语化啊，是我还没有遇过的，所以我听你在分享，我觉得压力应该蛮大。对，压力很大，因为你会知道你要忠于剧本的所有的符号。那个东西你又要用那时候的情感，因为情感有些时候你来了，你可能会多想讲什么。对，就是那个东西。可以语助词可以吗？他也很在乎。我拍戏超多语助词的，那我一定没办法跟他合作。你如果跟他合作，我就说
天哪，哦，他会把你跟你说哦不行，你要天哪，我接下来什么什么，或者天哪什么什么，对。啊，那我应该会我会被电得很惨。会。所以你今天就是要来还原你在电影里。你看我对瀑布多么的尊敬。尊敬。好，拿着就好，要不然很像在旁边的东西。我们今天要来还原，就是你在瀑布这个电影里面。为什么跟我接收到的讯息有点不大一样？我接收到的是要做意大利面。2题啊！我们今天何时收工就看你了。来，你知道这有多难吗？你知道从那个超难，我可以不要做那个吗？那个我已经我看不是我这是要怎么就是？我们今天有两道菜，我们终于要开始讲那个菜了。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就是2道菜，但有一道菜能不能做得到还不知道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为了要帮助贾静雯她还原电影里面的经典场景吗？也算是。我们带来的是算是中岛的独家秘方的牛肋条咖喱饭。可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还原成中岛的样子，因为他做的很好。但我想我也不差。你是演员。对，我要模仿。你好歹也可以。是。对。怎么样？可以，就是演得很像。哦，好。但真的好不好吃？反正你吃就对了。我是演员，我试吃的时候，我也演得出来。所以你拉肚子我不管哦。拉肚子大家看不到。你知道为什么这很难吗？对，你为什么知道？因为你平常有在做饭。我有。有信心吗？修明明就说是他在做。对，大部分是他在做。那我还是偶尔会做一下。我女儿对我印象最深刻就是玉米浓汤。玉米浓汤很难你要弄到像麦当劳那一种，把那个玉米粒渣弄掉，然后还要过滤，然后变成汤，你知道那有多难吗？还没有我不知道要说什么跟你不相上下的厨艺吗？我觉得我会比你好一点。你应该会比我好一点，但我想关心的是你的女儿们，她们开心吗？很开心啊！妈妈做的玉米浓汤好好喝哦。当然喽，跟麦当劳的都一样的，好好喝啊！我没有买麦当劳的，我就是真的做出那个味道。手工制作，做出麦当劳的感觉 feel。对啊，然后我大女儿最喜欢吃我做的牛排，跟我同一天生日的。对，她觉得我煎的牛排很好吃。你知道？干嘛？我来分析你女儿的那个心理状态。我也是都会把我妈妈煮的饭全部的吃光光，这就是我们爱妈妈。所以你要讲的后面那句是什么？所以她是不是都把你的玉米浓汤跟牛排吃光？对啊，因为她很爱因为很好吃，好不好？不是，是因为爱妈妈。我真的会做一点饭啦，只是因为我身边我妈太会做，修又太会做，所以没有我。好，我们第一道就是私房料理牛肋排咖喱饭，牛我们牛肋条咖喱饭，对。好，我们第一个过程要先把牛肋条切块，然后放入烤箱150度烤10到15分，逼出牛油。好嘞，应该是先烤再切吧？还是问一下修？我真不知道那我还是先切的，那你可以帮我铺锡箔纸吗？谢谢。你现在是主厨，我真的是会做饭的，我不是不会做饭。你来命令我就可以了。真的吗？谢谢你帮我服务。你知道上次修来啊，他不是很会做饭吗？结果他也是做了一个绿咖喱啊，给我辣到，我整顿饭吃不下。你说那个咖喱，它就是很飘配，很潇洒，要把那个咖喱这样啪啪啪啪都挤下去，然后结果那个咖喱呀，太辣。他只能加100克，他给他整包加下去500克，他太夸张了。5倍，他喝多了是不是？应该是。我觉得是被你灌到多了。不是我灌的，他自己爱喝。对。牛肉你知道它有分方向吗？如果切错了，它会变很老。它必须要有同一个方向，就是不能是跟它同向的。你去问问看，真的。确定，因为我们之前就有切错，然后就变成超老的，就是修有想过了，想要做做看。对，
因为有时候我进厨房帮忙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，你其实可以去外面跟小孩玩，你可以不要进来。这么直接哦。对，他说因为你会把厨房弄得很混乱，然后在旁边还要帮你收，很麻烦。我有时候心血来潮会想要卤个东西啊什么的。他说你厨房每次进来就像炸掉锅一样。所以他淋。对，好了。不用抹油什么之类的。不用，就这样把它烤一下。好。你有预热烤箱吗？没有。你怎么那么不专业？因为我们叫不专业厨房。很好。我今天真的没有想要喝，就是被他逼的。你懂我意思哦？我经纪人在瞪我。他真的没有要喝，真的没有。我们的节目会就是非常注重艺人的形象，所以你们之前看到那么疯狂的第一季呢，我们在接下来都会有所改进。你相信吗？所以我们疯狂的都会剪掉啦。我不相信结果整集节目就只有你刚刚在讲瀑布的，其他都没有了。就是从现在干了这杯，然后其他就直接下一集了。因为我来的时候，伟宁就说：“哦，那你要有心理准备，你会喝很多。”还好，因为后来我就是也有控制量，因为之前像伟宁他们就是2个人喝2瓶，我们现在就是2个人把1瓶喝完。我遇到不喝酒的来宾的时候，我1个人喝1瓶谁叫你喝了？这就是我们要维持我们节目就是一定要1瓶，就是结束前要把它解决。没喝完也没有关系，真的，因为我真的有遇过不喝酒的人。对，我相信啊。但我们是喝酒的人。我被你归列成喝酒的人，好像可以啦。你哪只眼睛觉得他好像可以？我刚刚顾着跟你聊天，你把它打开，把它打开，你没有开啊？对。你是想要10点回家是不是？没有，我现在赶着回家。还是你等下？所以现在修应该在煮晚餐了吧？现在几点？他应该在吃了。在吃了。6点了吗？应该有。那还没。我们家是大概6点到6点半开饭。而且我后来看到他用烤炉、烤箱，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。就是所有东西就是。你说修还是烤箱？烤箱。就是你可以把所有东西丢进去，然后进去烤，然后蔬菜啊什么的，小朋友就可以直接吃了。我现在就是有时候他不在，我在家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丢进去烤一烤就吃了，就不用料理什么，就盐巴撒一撒啊，就那种原味的最好。对啊，烤箱真的很方便啊，超方便的。对，你不是要跑吗？我先切头啊，应该要跑吧？应该要跑吧？笑什么笑啊？我知道这个是可以不用刨的，就是直接跟那个咖喱一起炖，但是皮不行，小朋友吃会不好，算了。你刚刚在自言自语什么？这里没有任何人，这个空间只有你跟我，我们要相依为命。你任何的问题只能问我。我自己在这里确定到底要不要刨这个。我告诉你，好啦，刨了。这种东西呢，可是洋葱可以交给你吗？可以。我好怕切洋葱。我来切。太好了，谢谢。洋葱给你哦，因为流泪就让你流泪。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所以我不要用洋葱。天哪，你说到这首歌，好怀旧，超怀旧的。以前的歌都很好听啊，超经典，超级经典。对哦，你五音不全哎。我们会剪掉，你今天要讲，再来。飞龙在天是不是？来，因为我有唱过歌哎，那我比你好一点。我也唱过，我出过唱片，好不好？我还唱过小巨蛋，你唱过吗？你那时候小巨蛋有了吗？你到底要怎样？我把我的偶像给惹毛了，拜拜。终于知道修为什么说厨房会被你弄得一团乱。你还说我是你的什么女 FC， 你根本就没有看过我。我看，你是第一个在我们节目里面切洋葱哭的。不是哭，就是很辣眼，因为眼睛很敏感。我知道我们这个节目非常的知性啦，就是你聊到你的家庭啊，聊到你的人生，你的感触非常的。生活到现在，我觉得7年，今年第7年。我觉得好像7年结婚对有吗？你还对啊？不是，我是说你是不是喝醉了？